大家好，这里是金宇说电影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黑帮和警察联手抓住连环杀人凶手的故事《恶人传》。漆黑的夜晚中，一辆白车尾随一辆黑车，一路跟到一个桥下。突然，白车故意加速撞上黑车。这时，黑车大叔摸着自己受伤的脖子说道：“开车小心点，你不该开那么快。”说着，拿起相机对着汽车拍了起来。正在这时，身后的白车男突然拿起匕首扎向了黑车大叔，没几下，大叔就被扎死在自己的车中。老郑是一名天安市的刑警，一心想升职的他听到了昨天刚发生的杀人案，感觉到自己升职加薪的机会终于来了。由于前往案发现场的方向被堵了，心急的他找了一个小混混，让他开着摩托车带他来到了案发现场。经过老郑细心的观察，老郑推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案，因为他的作案手法和几个月前其他市发生的凶杀案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另一边，老马是当地有名的黑帮老大，天安市的娱乐场所都被他掌控着。俗话说得好，树大招风，自己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怎么会没人嫉妒？这天，老马的死对头老许就因为地盘的事和老马谈判，期间两人的手下因为谈判的事发生了嘴角。这时老马见状，先是打了自己小弟一顿，随后当着老许的面把他手下的牙拔下，丢进酒中让老许喝下。只身一人独自匆匆开车离去。回家的半道上被一辆白色轿车追尾，老马下车查看情况，发现没有什么大碍，转身正准备离开，谁料白车司机突然拿出匕首从身后一顿乱捅。好在老马是见过世面的人，遇事也不慌，皮糙肉厚也刺不穿，转身就与歹徒干了起来。歹徒见情况不妙，今天是遇到狠角色了，于是转身上车，开车撞向了老马。事后老马被送进了医院抢救，经过多番抢救，昏迷的老马终于醒了。醒过来的老马觉得这次事件让自己颜面扫地，吩咐下去一定要找到凶手报仇，凭借自己的记忆写出凶手的车牌号，还找人画出了凶手的画像。老郑这时也来到医院探望老马，询问老马当天遇刺受伤的情况，告诉他行刺他的人是个连环杀人凶手，希望与他合作。可是老马不想与警方合作，想通过自己的方法找到凶手。之后老郑来到老马的汽车前，观察到尾部有明显的白色痕迹，他更加确信当晚行刺老马的凶手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。另一边，一个卡车司机在接电话时收到自己孩子生日不重要的话语，被一旁的连环杀人凶手听到，他觉得他对自己的孩子不够重视，于是又拔刀捅了上去，几下卡车司机便倒了下来，过后开着卡车离去。半路上睡在卡车后排的人被惊醒，没过多久两人在卡车上厮杀起来，搏斗的过程中凶器被甩出车外。之后老马的手下根据线索找到了凶器，拿着凶器的老马想出一计，晚上派人拿着凶器杀了老许，嫁祸给杀人凶手。之后找到老郑说要合作，信息共享。老马将自己找到的资料全部交给了警方，警方通过 DNA 手段确定了凶手的真实身份。第二天老许的死亡就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很快警方通过 DNA 对比确认了凶器就是连环杀人凶手的。听到这件事的老郑意识到，老许不是连环杀人凶手杀的，而是老马利用凶器栽赃陷害，既除掉了自己的死对头，又栽赃给了杀人凶手，可谓是一石二鸟。这时一边看新闻的凶手看到自己被别人栽赃陷害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于是潜入老许的葬礼上，塞给了下面小弟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有人用我的刀杀死了老许。老马和老郑正在凶手的车上找证据，突然老许的10几名手下拿着刀前来报仇，
怎料老马和老许的身手不凡，3下5除2就把老许的手下给解决掉了。回到警局，很快警方便查明凶手的真实身份。江金浩35岁，小时候经常受到父亲的虐待，后来进了一家孤儿院，上面还有一位70岁的妈妈。目前经常通过电话和妈妈联系。通过经常联系的电话号码，警方很快找到了江金浩的活动范围。警方和黑道根据线索对这一区域进行排查。在老马和老郑外出排查时，一个下雨天，老马看见一个等公交车的小女孩没伞，于是将自己手中的伞给了她。这一幕被一旁的老郑看在了眼里，也被公交车上的杀手看得一清二楚。晚上，老马和老郑正在喝酒聊天时，一则新闻打破了平静：一个女学生被杀，那个女孩不是别人，这是今天老马送伞的那位。气愤的老马连忙带着一帮人通过公交车线路，找到了江金浩在一家旅馆入住的记录。于是老马在附近埋伏下来，谁料机警的江金浩发现了端倪，夹起油门就跑。见此情景的老马也反应过来，带着小弟狂追了起来。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后，3辆汽车被撞在了一起。这时无法将车子再次启动的江金浩打开车门疯狂地逃跑。老马带着2个小弟分头对江金浩进行了围追堵截。最后老马的小弟率先找到了江金浩，可惜的是敌不过江金浩，被他再次逃脱。这时老马听到打斗声音，找到了小弟。还有一口气的小弟告诉了老马江金浩逃跑的方向。最后老马根据小弟的提示，在一家 KTV 的厕所里找到了江金浩。老马知道他在里面，隔着门就对其一顿暴揍，之后将晕过去的江金浩绑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屋子里。正准备拿起杀猪刀抹掉江金浩的脖子时，突然老郑驾车冲了进来，直接将老马撞昏过去。于是带着江金浩进了警局。醒来的老马因为黑色产业被曝光，被警方通缉。江金浩审判时，由于警方的证据不足，无法对他定罪。就在此时，老马站了出来，因为他是此次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，而且老马指出，在当晚搏斗中给凶手左胸上留下了伤疤。最后通过老马的指证，江金浩被判了死刑，老马也因此进了监狱。进入监狱的江金浩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，可没想到自己和老马关在同一所监狱。原来在这之前，老郑拿着录音找到老马，威胁他说他手上有他派人杀老许的录音，只要他出庭作证就把录音毁掉。骑虎难下的老马宁不过只能答应。最后老马向老郑提出了要求，就是要和江金浩关在同一所监狱。影片结尾，江金浩正在浴室里洗澡，这时老马拿着鞭子笑嘻嘻地向他走来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恶人传，一部以描写恶人为主角的电影，从3个视角诠释了3个不同的恶人：黑帮老大，传统恶人，一个恩怨分明的人，连环杀人凶手，一个漠视他人生命随意杀人的人，警察，一个为了升职加薪而走擦边球的人。总之不管什么原因，在我看都是自私的人。不过警察和黑帮老大在办事中又遵循了自己的原则，不会像杀人凶手一样滥杀无辜，用自己恶人的手段去对付恶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